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很久没有更新这个系列的节目了啊。其实不久前我已经录完了一期内容，是说经济叙事方面的。因为说起当下老共的中国，好像能聊的也只有这个话题了啊。毕竟目前战狼外交也搞不下去了，民族叙事搞定台湾这边吧，台湾那边人家也不愿意啊。你老美老情人好像也不同意。这眼看石头都摸光了，好像呢也只剩下经济叙事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基建和大城市的生活如何呢？大家确实有目共睹。所以这不一路以来，最近这些年一些之前的反共博主都通通回过味来，甘拜石榴裙之下。不过今天老查带来的内容就有点我呢不想用各种夸大其词的形容。来，老规矩，直接进内容。我们先从标题说起老共非共，这不是老查在搞飞机这是之前我们在做中国人有没有逻辑这个问题上学到的。这是一个中国远古的逻辑学理念。这个话题如果不拆开来看，很多人可能都只有一个直观的概念，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于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同时也兴奋着西方的经济叙事，也兴奋市场经济，还能做到世界第二的 GDP， 光这个结果就已经充满了矛盾了。所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要不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主义是错的，要不然呢就是这个主义的消费者，也就是老共，他可能并没有实践共产主义的精神。所以难道是我们错怪了共产党了？今天我们就要用中国的传统的逻辑思维来掰扯掰扯这件事。老共非共这四个字来自中国先秦逻辑学里的一个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意思是说一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和它是什么东西可以是两回事。你叫它共产党不代表它真的是共产党，就像你把一条鱼叫做飞行鸟，但它也不会飞。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老共不是共产党，那它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给过各种答案反共博主说它叫独裁政权，自由派说它叫威权体制，亲中派说它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时至今日至少是在大量的批评者、观察者，甚至是不少亲中叙事内部，也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共识，就是今天的老共它早就不是按原教旨的共产主义在运行了。这里请大家注意这里不是说共产主义对老共完全没有塑形的作用，而是说决定他能在中国活下来的不是他信了多少马克思，而是他和中国2000年来的权力逻辑嫁接的有多深。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问一个更底层的问题，那如果他不是共产党，那到底是什么在统治中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理论先开始。共产主义是谁发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两个德国人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叫《共产党宣言》。核心思想很简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家剥削工人，工人终将觉醒，推翻资本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最终连国家都不需要的社会。这个理想现在看起来其实充满了愤怒和不甘。而且问题是马克思设想的革命应该发生在哪里？是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英国、德国、法国是那些他们当时已经有了大量工人阶级、有成熟资本主义的地方。那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9成人口是农民的农业社会。按马克思的剧本中国根本不在革命的名单上，但共产党却在中国站住了脚，而且他还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最早那批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理论家、学者刘国阳，满脑子都是主义。还有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书生气十足。他们是真的相信马克思，相信阶级，相信工人。虽然当时工人阶级也刚刚兴起，他们也相信理论能救中国。但你信归信，老百姓却不买账在老查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笑话，说的呢还有点东西，分享一下。他是说陈独秀先生站在田埂上对农民高喊苏维埃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老百姓面面相觑，这秀才在说啥子听不懂散了。李大钊先生又来了，温和地说我们要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劳工神圣，人人平等。这老百姓还是一头雾水听起来好像是好话，但咱家里的锅里还是没米下锅走了。然后毛泽东先生来了，他挽起裤腿蹬在地上对农民说，乡亲们看到那边地主家的田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跟着我干，地就是你的。老百姓的眼睛顿时发亮，
锄头一拿，走，跟着毛委员干革命去。是的啊，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他的创作在当年的时代确实堪为杰作。当然，真实历史比这个笑话复杂得多。陈独秀或者李大钊先生，他们是真信徒，而真信徒往往是最不会用的那个人。而毛先生的胜出不只是会喊口号，而是他比党内多数人更早完成了一件事，把外来的革命理论翻译成了中国社会能听懂、能组织、能动员的语言。所以为何说毛泽东先生是个高人？老查在这里的拆解可能有些不一样。毛泽东先生看破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背后那个最原始的人类冲动。当我们把共产党宣言的皮剥掉，里面是什么？愤怒、不甘，是凭什么你有我没有？这种情绪可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它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只是每一次都需要一件外衣。在中国，这件外衣有个其他的名字，你一定不陌生，叫做造反有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是谁说的？陈胜吴广，公元前209年，距离马克思差了2000年，但意思其实一模一样。所以毛泽东先生看破的事情，现在看来其实很简单，共产主义不过是这件2000年的旧衣服的最新版本，口号换了，情绪可没换，这才是毛先生真正看懂的。他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而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和什么样的古老情绪、什么样的造反剧本接上电。陈独秀和李大钊先生把共产主义当真理来信，而毛泽东先生把它当成了工具来用，这个区别决定了一切。大家来看洪秀全他说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他建立了拜上帝会，说要在人间建立天国，这是宗教吗？形式上是，但其实本质上呢，和打土豪分田地是同一件事。我有天命，你该让位，跟着我才有饭吃。洪秀全的上帝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功能的不同包装，都是造反有理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当毛泽东蹲在田埂上说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是在复刻一套中国农民最熟悉的剧本。有人登高一呼，说我有道理，说跟我走有好处，于是就会天下云集，直接响应。这套剧本在中国成功了太多次了。陈胜吴广、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每一次都换一件新外衣，每一次底层逻辑完全一样。所以这里历史上的第一个谜点呢也就对上了。为什么毛泽东最后会在延安成功？他在中共党内的资历并不算高，我们之前也聊过这段历史。早期的中共海归多，理论家多，共产国际的钦点也多，按资历、按学历、按背景，毛泽东先生都不是最靠前的那个人，但他赢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房间里唯一真正看懂游戏规则的人。他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是理论最深得人心，不是洋墨水喝得多的人会赢，赢的是最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人。他的追随者也很快看懂了这个规则，于是一个资历不算顶尖的人就这样让所有人信服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天赋这是一套会传染的规则。我们来看看毛泽东身边的人就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周恩来总理，留过法，懂理论，但他在毛泽东面前从来不争。为什么呀？因为他也看懂了，在这套游戏里忠诚比理论值钱。邓小平2度被打倒，2度复出，他可没有靠意识形态来赢回来，他靠的是熬，是派系，是让更多人觉得他能稳住局面。这是共产主义教的吗？不是，这是2000年的朝堂政治里每一个能活下来的人都懂的道理。看懂不看懂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套规则本来就在那里，不用学，只要你在这个系统里生存，你就会自动运行。这和今天你看到的现象其实是同一个道理那些流过洋、喝过洋墨水的人，回国之后为什么会被体制折服？折服的不是知识，折服的甚至不是硬实力，而是他们终于发现这套游戏的底层规则根本就没有变过。而在中国，尤其是越基层的干部，会越早看清楚这个游戏的规则。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无论是网上的传闻还是官方的文件，就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定都策略的内容。现在我们是知道了，毛泽东先生的团队最后把首都定在了北京，一个有皇宫的地方，一个有着前朝皇宫的地方。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说老查你胡说八道了吧？对老共来说，前朝是中华民国。不错，不过中华民国的那个是总统府，而总统府和皇宫可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这个选择结果或许未必能证明什么，但它和中国历代的新政权进入旧权力中心的历史图景
构成了惊人的呼应。当然，这或许也是那个时代的最优解，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在那个时代能同时做到两件事：一，能和国民政府有区别；二，最能代表权力的中心。于是思考点也就来了，共产主义不是应该去建设一个无国家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吗？而在中国历史的惯例里，造反成功的人才是往往第一件事走进旧权力中心的人。这或许不是什么铁的规律，但它却反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里。请注意啊，这里我们不是说这就是老共的故意选择，而是说这个结果和过去的2000多年里朝代的更迭的逻辑的方式刚好一致。我们都知道人世间有很多巧合啊，但唯独历史它没有巧合，只有重复。马克思的论述里，马克思主义的终点是国家的消亡，而老共的起点却是中南海，皇上的后花园。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这中南海当年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从清廷手里抢夺占用的，后来成为他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府。而袁世凯称帝的时期，中南海还曾改名为新华宫。所以大家请看啊，这里曾经拥有过又一个想称帝的人。但这里啊就很明显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占据皇宫这两件事啊，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但打下江山之后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啊，比打江山难100倍。我们再看看历史啊，陈胜吴广起义撑了6个月，黄巢打进长安撑了3年，李自成打进北京撑了42天，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撑了14年。但从进南京那天起就开始内耗。为什么呀？因为造反这件事呢，只需要一个逻辑，枪在手，跟我走有好处。但治理这件事需要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需要制度，需要官僚，需要税收，需要法律，需要处理几亿人每天的柴米油盐的问题。而这套东西啊，造反军队里的人没有人学过。1949年，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然后呢？同样的问题也来了。我们看看1949年之后啊，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很多人看到这里啊，会说，你这不就是共产主义的错吗？计划经济的错，极左路线的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吗？这些运动和共产主义有那么大的关系吗？那我们看看太平天国进了南京之后干了些什么。请大家注意哈，老查这里啊，不是把毛时代和太平天国简单而又完全的划等号，而是说当一个造反型政权拿到了全国的政权，若缺乏成熟的制度约束，就极容易走出高度相似的路。洪秀全分王，大量的分王，最后分了2000多个王，王和王之间打架，互相猜忌，互相清洗。东王杨秀清被挨死，北王魏昌辉被挨死，翼王石达开出走。这就不是神学问题了，这也不是拜上帝教的问题，这是一群从来没有治理过国家，突然拿到权力之后唯一会做的事，用打江山的方式来处理坐江山的问题。权力威胁，消灭他；不听话的人，打倒他；系统出问题啊，发动运动。就这么巧，毛泽东时代又刚好走出了同一条性质的路。大跃进挨死了多少人？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对毛泽东说不，因为所有的人都活在那套造反有理的逻辑里，领袖说什么就是什么，质疑领袖就是阶级敌人。这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吗？还是更像农民起义军的逻辑？而文化大革命就更直接，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消灭一切可能挑战领袖权威的力量。知识分子、党内干部、传统文化通通是敌人。洪秀全当年进了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烧书，烧孔子的书，烧佛教的书，凡是不属于拜上帝教的通通是邪教，通通要毁掉。我们再看看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60多年前的洪秀全和90年后的毛泽东用的居然是同一个剧本。所以毛时代的中国本质上根本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实践共产主义，而是一支造反型政权在缺乏成熟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表现出和历代农民起义政权高度相似的治理惯性，以搞批斗运动来代替制度，以忠诚压倒专业，以清洗来解决威胁。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场长达27年的新太平天国运动才告一段落。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去世了，他是不是伟人？在中国的朝代历史里他绝对是，而且配享太庙。但中国共产党还在呀，招牌还在，中南海还在，这支队伍还在。问题是没有了毛泽东谁说了算呢？这个问题啊，在封建王朝里有现成的答案，太子继位。但共产主义里可没有太子呀，马克思可没有写过领袖接班这一章。这里啊，老查想留白给大家5秒钟，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是的，一场权力斗争开始了。浓缩一下那十几20年啊，毛岸英同志牺牲在了朝鲜战场，林彪同志仓皇出逃，四人帮想趁机上位，之后华国锋、赵紫阳等等走马灯一般来了又去，最后邓小平、邓公赢了。如果把这些事迹啊换到古代的任何一个朝代，能否拍出一部新的太平年？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但请大家注意啊，邓小平、邓公赢的方式不是靠意识形态，不是靠谁更懂马克思，不是靠谁的共产主义理论更纯正，他赢的方式是党内的政治运作，是资历，是派系，是谁能把更多人拉到自己这一边。这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吗？不是啊，这还是中国朝堂政治玩了2000年的逻辑。好，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们就急了，那老查，按照你这么说，老共早已非共，他到底是什么在统治中国呢？或许有些朋友已经有了这个直觉，就是邓小平开始之后，有一个传统接管中国。啥传统啊？没错，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一辈传一辈的内核，传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回头看毛泽东时代啊，那些运动、那些清洗、那些领袖的一句话天下跟着走的逻辑，他们啊就是传统，他们只是穿了共产主义的外衣，定都北京，驻进中南海，分将拜帅，打倒异己，没有一件是马克思主义教的，全都是中国朝代政治的本能反应。所以啊，从动机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能量的变化，真相其实是这样的。从1949年开始，中国就同时运行着2套系统，前台是共产主义的招牌，阶级斗争，人民当家，解放全人类，而后台是传统的操作系统，谁有权谁说了算，稳住江山，消灭异己。毛泽东的时代，造反和革命需要口号，需要信仰，所以这些行动和活动异常的活跃。但毛泽东去世之后，政局大局已定，口号和信仰啊已经不再有用了，于是后台慢慢走到了台前。这不是接管，这叫做显形。这和过去每朝每代从口号到建国是完全一致的流程和操作。朱元璋起兵的口号是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国之后呢，收兵权，杀功臣，建立儒家天下。口号完成了他的使命，就该退场了。清朝入关的口号是什么？为崇祯皇帝复仇，是打着给明朝报仇的旗号，最后呢坐上了北京的龙椅。口号完成了使命，也该退场了。而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口号是什么？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灭满清，兴太平，还有上帝之前人人平等。他不仅以宗教形式动员民众，更主张分田给百姓，追求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平均主义理想社会。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剧本，口号只是入场券，而不是执政纲领。那显形出来的传统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呢？老查的拆解是啊，老共几乎完美的结合中国千年的政治传统，而它的核心叫做集团皇权。什么叫做集团皇权啊？老查呢给了他一个定义啊，就是以党内核心集团取代皇室家族，垄断最高任命权、合法性叙事权和暴力资源调度权的一种现代化皇权结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也绝不是所有人都能说话。权力的边界由集团内部决定，不由全民选票决定，不由法律决定。我们先看看它和过去的皇权有什么不一样啊？过去的皇权是一个人的皇权，皇帝一个人背锅，一个人拍板，一个人说了算。好处是决策快，坏处是啊，这个人驾崩了，系统就面临崩溃，后面谁来接？太子够不够强？兄弟会不会造反？会不会被太监和大臣架空？这个问题啊，2000年来没有一个朝代真的解决过。而老共或许是歪打正着，用共产党集体领导这个壳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皇帝，但有政治局常委；没有传位，但有接班人安排；没有太子独尊，但有派系平衡。权力从一个人身上分散到了一个集团身上，这个集团共同维护一件事：江山信党，不信任何人。这就是集团皇权，它比封建王权更稳定，因为啊，它不依赖于一个单一的个体。一个领导人出了问题，但系统还在。它比西方民主啊更封闭，因为权力的来源呢不是选票，而是集团内部的认可。我们这时候啊来看看共产主义国家的其他好兄弟们啊。苏联为什么倒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经济结构、民族矛盾、军备压力，它每一条都足够单独做一期节目的。但有一点是最关键的，苏联的合法性高度绑定在意识形态本身上。当共产主义的这套叙事撑不住了，它整个系统就瘸了，找不到第二条腿来站立。所以现在他也回到了当年俄国的状态。苏俄的事情啊，我们后面还会有节目继续说。那老共为什么没倒呢？或者说倒不了呢？是因为啊，老共更早完成了一件事，把意识形态降格为工具，把合法性转加到国家统一、发展绩效和组织控制上。
这是两者命运分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啊，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核心变量。老共他靠的就是另一套更古老、更稳固的东西，传统的权力逻辑加上现代的集团管理。换句话说，苏联是因为信仰破产而倒塌，而老共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仰需要破产，他只是回到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最传统的模样。我知道现在朋友们的脑子里呢，可能已经浮现出来一个人，这位被中国国内爱称为大大的先生，他修宪废除了任期限制，清洗了政治局常委。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说啊，老查，你的所谓集团皇权不攻自破了吧？这不就是在往单人皇权回退吗？老查的回答是啊，恰恰相反，集团皇权是一种结构，它不是一种约束。什么意思啊？它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但它没有规定不能出现强人。当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个足够强的人，系统是允许他集中权力的。这本身其实也是传统朝代的规律。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哪一个不是在集体朝堂的框架里走出了个人集权的路呢？集体皇权并不排斥强人，恰恰相反，当集团内部需要重新集中权力、统一方向、压制不确定的时候，它本来就会系统性的更可能推出一个更强的核心。所以这个反例不但没有推翻传统这个框架，反而把它印证的更彻底。而且这才是有些朋友口中那句我党与时俱进的真正内核，它不是在进化，而是在用高科技新手段来重复传统。1978年，邓小平、邓公改革开放，很多人看到这里啊，会觉得好，这里呢就是转折点了，这就是我国与时俱进的证明，是我们奋起直追的起点。老共果然是伟大光荣政权的合法代理人，中国终于现代化了，终于向西方学习了，终于不搞运动搞经济了。你老查说的传统论不攻自破，完全一无是处，国家又赢了。然而现在看起来，改革开放可不是传统被替代，而是传统学了一招新招，准确的说是旧招新用。我们先回到晚清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震惊，是愤怒，是不理解。我天朝上国怎么能输给这些蛮夷？但很快有一批人清醒过来了。魏源他写了一本书《海国图志》，里面有一句话，老查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必须会背，后来成了晚清最重要的战略口号，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意思是说，学习敌人的先进技术用来对付敌人。注意这句话的逻辑是什么？不是西方的制度好我们要学，不是西方的文明先进我们要跟上，而是我要学你的东西是为了打败你，工具借过来，但我还是我。这个逻辑贯穿了中国此后接近200年的现代化历程。洋务运动学什么？学西方的枪炮、舰船、工厂，但不碰政治制度。清末新政学什么？学西方的学校、军队、法律，但皇权不让。民国学什么？学西方的共和、宪法、议会，但军阀照样割据。每一次都是拿工具，而从来没有想过要换系统。然后呢，老共来了。毛时代在技术上学的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重工业、集体农庄，工具换了一批，但系统呢还是那套系统。而且很快苏联自己就玩不下去了，这反而救了老共幸亏他早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否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还真说不定。而邓小平时代学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外贸、出口、特区、股市，又换了一批工具，但系统换了吗？没有，也不需要。政治局常委还在，一党执政还在，舆论管控还在，军队党指挥还在，工具是西方的，操作系统是传统的，这不是矛盾，这是一以贯之。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再到今天习主席的科技自立自强，同一个逻辑换了3次包装。现在如果我们把老查这个系列节目前面几集讲过的事情再回顾一遍，为什么老共可以一边搞市场经济一边维持一党专政？因为市场经济是工具，一党专政是系统，两件事它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当然可以共存。为什么老共可以加入 WTO 融入全球化，但政治上完全不松动？因为全球化是他借来的武器，不是他接受的价值观。为什么老共对待香港、新疆、西藏、台湾的方式和对待经济问题的方式逻辑完全不同？因为经济是工具层，可以灵活，而领土和政权是系统层，是传统思维意识形态，绝对碰不得。为什么老共在国际上一边说和平崛起，一边在南海造岛，在非洲布局，在一带一路上扩大影响力？因为和平崛起是给外人看的形象，是形象宣传口号，而扩大影响力，八方来朝，才是传统朝代从来没有停止过天朝上国的本能。每一个问题用同一个框架全部对上了，这就是老查做了这个系列这么久最后看到的那条线。
今天的中国与其说是共产主义在统治，不如说是一套披着共产主义外衣却更接近中国传统权力逻辑的现代党国结构在统治。大白话说，就是一个新型的朝代用现代的工具运行这一套古老的操作系统。他终于掌握了清朝没有学会的东西，完成了洋务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实现晚清那批人梦寐以求却始终没有做到事，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今天这些知识，我们可以正面回答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墙外的人看墙内的人觉得他们是韭菜是牛马？为什么墙里的人看墙外的世界觉得那里才是水深火热，遍地萝莉岛斩杀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因为有一方被洗脑了。老茶的回答是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承认一件事人性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其实都一致，贪婪、恐惧、自私、善良、牺牲、勇气，这些东西中国人有，美国人他也有。西方有的那些恶劣，东方一个也不会少；东方有的那些美德，西方也不缺。所以问题不在人性，问题在传统。这里说的传统可不是民俗，可不是文化乡愁，而是一套2000年反复出现的权力组织习惯。在中国的传统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包青天和秦桧永远成对出现，包龙星和他爹会出现，焦裕禄也会出现，那种真的呕心沥血为民请命的基层干部真实存在。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在老共的基层尤其是偏远地区真的会有这样的人。但赵立东也会出现，狂飙里的那个赵市长可不是编剧发明的，而是从现实里抄出来的。包青天和赵立东同时会存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碰到哪一个全凭你运气。这就是千年传统下的体感，它不是系统性的宝藏，它是概率性的喷运气。那老美呢？老美那边自然也有烂的，而且烂起来一点也不含糊，权贵们找个岛躲起来乱搞，很多年大家心里都清楚，但很多年他们就不说，直到最近才曝光。枪击案是隔三差五就上演，川普上台前那颗子弹就差一点改写了历史。如果要想比烂，没有最烂，只有更烂。那这个地球昂烂的游戏大家就都别玩了。但问题是，老美的传统还有三权分立，还有媒体监督和两党互竞，烂它有人盯着，它有人拍，有人告，有人拉下台，系统里内建了一套纠错机制，不是每次都灵，但它存在。而老中的传统里百姓呢是靠父母官，全凭运气得青天大老爷。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老茶呢就不当复读机了。一个是制度性的纠错，一个是概率性的去碰人性的运气。这不是哪边的人更聪明、更善良、更有道德，这是两套系统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兜底方式。所以强烈的人如果碰到好官，真的会觉得这个国家还不错；如果碰到了个烂的，那你就自认倒霉忍着吧，反正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而千年的传统里是告诉过你的，民以食为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忧国必先忧民。所以轮到你牺牲的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全身上下都是国家的，你应该感到光荣。这个不是在说两套系统没有优劣，而是说他们提供的安全感的来源、纠错方式和个人体感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东西。为何这么说再来一句大白话，就是过日子的人是你自己，别人无法过你的日子。所以矛盾也就在这里了。为何老茶的节目里一直说我们不站队，我们看系统，就是因为在政治取向方面本没有价值观之争，而产生价值观之争的其实是各自传统里的人性之恶被各自的系统放大了的结果。而西方有西方的放大方式，东方有东方的放大手段，上面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分析到这里，大家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两个不同的能量，一个是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另一个是代表东方集体皇权的威权统治。原本这两股力量其实相差悬殊，西方靠着坚船利炮打得东方满地找牙，几乎近100-200年了。而1949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为标签的集体领导下，硬生生的靠西方发明的经济叙事把这个差距给拉齐了。这说明什么？很抱歉这里又要说一个让大家不舒服的镜像事实了。这说明如果当年的大清能有一个有见地的皇帝，其实效果也是一样的。东西方的人类本身其实并无智商上或者体能上的过大差距，甚至比起卷和集体办事效率东方可能还更胜一筹。你不相信这个不要紧因为在隔壁不远处就有一个例子，就有这么一位皇帝，他早早的做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兼容靠背，而且还成功了。他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看回中国1978年至2012年一共34年，2012年至2020年一共8年，一共43年，老共就实现了让爱新觉罗大清抱憾终身的成就。
当然，这是时代对老公的馈赠，也是中国皇权制度与时俱进的升级版本。只不过在地球村和互联网地球 online 的新游戏规则下当然了，接下来呢是 AI 的时代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和东方的集体皇权，谁又会更先升级到下一个版本呢？抱歉这里又说多了老茶自己也知道，老茶的节目呢其实还挺费脑的，也是真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我们把今天讲的东西整理一遍老共非共不是因为他变坏了，不是因为他背叛了理想，而是因为他也许借用过共产主义，但真正让他在中国活下来的不是理论纯度，而是他和中国古老权力逻辑的成功嫁接。他是一支造反队伍，用了共产主义这件外衣打下了江山，住进了中南海，然后用2000年最熟悉的方式开始治理这个国家。集团皇权取代了单人皇权，他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接班的问题，但他确实创造了一种比单人皇权更可持续的权力交接机制。改革开放学会了历代王朝学不会的西方技术，完成了晚清那批人的未竟之业。不是传统自己突然开悟了，而是传统第一次成功驾驭了现代工业资本的全套工具，加上全球化红利恰好开放，加上中国市场规模巨大，加上国家动员能力极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终于做到了。这是一个新朝代，不是一个封建王朝，但骨子里流的是同一种血液。那现在呢？这个新朝代现在面临什么呢？老茶说几个观察，不下结论，大家呢自己去看。第一，所有的朝代都有它的盛世，也有它的困局。汉朝有文景之治，也有七国之乱；唐朝有贞观之治，也有安史之乱；清朝有康乾盛世，也有鸦片战争。盛世和困局从来都是同一套系统，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这个新朝代也不会例外。第二，集团皇权解决了接班问题，但它制造了另一个问题，当权力属于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集团内部的平衡就变成了最核心的政治任务。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历史告诉过我们会发生什么，老共估计也知道，所以我们看他有没有新的招数来化解。第三，师夷长技以制夷，学的是工具，但工具会反过来影响使用工具的人。我们想想看清朝或者以前的皇帝们从来不需要面对几亿个会识字的老百姓，因为识字是少数人的特权。但今天的老共面对的是什么？是十几亿拿着智能手机的人，是几亿个每天刷短视频看直播连上全球网络翻墙的人。这批工具是老共自己引进来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引进来的，但这批工具带进来的不只是 GDP， 它带进来了比较，也带进来了见识，也带进来一些原来别人是这样活的念头。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倒掉之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老百姓开始觉得现在这样好像不太对劲哦。这个念头不需要有人教，它会自己长出来。操作系统还能保持完全不变吗？老茶是肯定无法知道了，但历史知道，老共或许也早就知道了。这三个问题老茶今天不回答不是不想，是因为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都够做一集的。我们后面呢会慢慢来。节目的最后老茶呢想说一句话今天这一集呢是老茶做这个系列以来自己最满意的一集，不是因为这集他讲得最漂亮，而是因为他回答了一个我自己也憋了很久的问题：老共非共，那统治中国的到底是个什么呢？是传统，是2000年来没有变过的权力逻辑，是一件换了无数次外衣，但里面那个人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可能有朋友会问老茶你叨叨这些有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价值观了，朋友们。我挺还是我黑，我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我挺的黑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拒绝无脑就是我们频道的座右铭。所以当我们看懂了这件事我们再去看新闻，我们再去看老共的每个动作，很多事情就会突然变得清晰了很多。不是因为你选对了边，而是因为你终于看清楚了他的动机系统的脉络。这就是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茶，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